男人明明是被这群小混混挟持了，然而此刻他担心的竟然是对方的安危。 I'm telling you, you gotta let me go, or things are gonna jump off in here in ways you can't understand. 没想到这几句话顿时引起了几个混混的嘲笑，接着一人更是拿枪直接抵住了男人的脑袋，并且扬言如不交出银行密码，马上让他命丧当场。可就在这时，桌上的手机却开启了倒计时，男人马上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了，但几个混混却一把将他扔到了地上。可就在他们打算用暴力解决问题时，门外却响起了敲门声。 意外的响声一下子把几个混混吓懵了，随后一人打算去开门查看，下一秒，男人见状赶紧逃到了卫生间。就在其关门的前一刻，他也看到了对方的脸。可怜的这几个混混怎么能是这名杀手的对手呢？几乎是几秒钟内就已经被击杀了大半。 见此情形，男人赶紧打开窗户准备逃走，可他却突然发现楼外还有另外一名杀手也追了上来。眼看自己的后路已经断了，而离开房间的门却被杀手死死地堵住。男人一时间进退两难。可就在这时，外面的人也已经爬到了窗户外面。但就在他得意之时，门外却射进来了一波子弹，此举也一下子将其打了下去。好在男人躲避及时，并没有受伤。随即屋内的杀手也走了进来，看来外面所有的混混都已经被消灭了。You're not allowed to use guns to kill you. Besides. 很显然，杀手并不是来救他的。然而，就在对方以为完全掌握局面之时，突然就被外面射过来的一发子弹击毙。原来是外面的混混临死前打出了致命的一击。就这样，男人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。于是他赶紧接着捡起了地上的枪逃了出去。原来男人正在参加一个真人猎杀游戏。 Run, Mr. Tynes. 只要他存活24个小时，就会得到2450万美金。但他需要时刻警惕隐藏在人群中的杀手，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不再安全了，甚至还有不知何时何地突然飞过来的暗器。因为此时每个人都可能是杀手，那么他能否活到最后赢得全部奖金吗？原来男人名叫道奇，1个月前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成功人士，但不幸的是，他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却意外烂尾了。 至此，他也背负上了巨额债务，但这绝不是压死道奇的最后一棵稻草，而是有一天他竟突然昏倒在马路上。很快，道奇就被送到了医院，没想到医生却遗憾地告诉他，他的脑袋里长了恶性肿瘤，最多还有3周的寿命。这样的噩耗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。他不敢相信，每天都在锻炼的自己竟然病得这么重。走出医院的道奇人一下子变得异常沉默，妻子珍妮更是为自己的爱人伤心难过。其实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刚怀孕的妻子，因为自己死后债务也会有一部分转移到对方的身上，他不忍心爱人为自己肩负如此大的压力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了有人送给他的一张名片，那是道奇在离开医院时护工递给他的。 They say they help sick people in trouble. Maybe they can help you. 于是道奇抱着最后一点希望找到了对方，没想到老白并不能医治病症，而是提供给他一个方法，他既能帮助道奇还清债务，还能确保他妻儿以后生活无忧。原来老白说的是一个真人狩猎游戏，玩家在24个小时内会受到5名猎人的追杀，不过他每存活1个小时就会获得成倍的奖金，最终通关后竟然可以拿走总计2450万美元。这时道奇已经心动了，因为他一直为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担心，如果在自己离世前能够给他们留下一笔财富，是他梦寐以求的。然而在真正做出抉择时，道奇却犹豫了。见状，老白也没有灰心，而是给对方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。再次回到家后的道奇却彻夜难眠，但思索再三后，他还是决定了下来。于是他便给老白打去了电话。 I'm in. 在吻别了妻子后，道奇神情落寞地离开了家。他知道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见到了等待他多时的老白，而他刚一落座，对方便没收了他的手机和钱包。很快，道奇的账户里也收到了5万美元。 Games from sunrise to sunrise. Daybreak's at 6:46.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了。 What you want to do is keep moving. Crowds are your friend. Trust no one. Keep your head on a swivel. Stay paranoid. Got it? Yeah, okay. 就在这时，手机的报警响了起来，猎杀游戏也由此正式开始了。见状，道奇赶紧离开了这里。也就是这一刻起，他便陷入了险象环生的追杀之中。因为游戏规定绝不能离开底特律的世界，报警或害自己被捕，或者把此事告诉任何人也是违规。好处是他和5名杀手都不能使用枪械，但坏处是玩家必须随身携带一个装有 GPS 定位的手机，它每小时会向猎人发出准确位置15秒钟。就在道奇拼命逃亡的同一时刻，他的妻子珍妮在家里查看电脑时，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，在打开后，竟然惊奇地发现账户里被存入了5万美元，这让她一惊。于是珍妮赶紧给丈夫打去了电话。当然，她并不知道此时丈夫的手机正握在老白的手里，而对方也正在一间秘密的指挥室内实时监控着这场游戏。此刻，他的助手眼镜哥也在现场巡视。可现在的道奇已经顾不上这些了，因为很快他便发现了一辆黑色轿车似乎在跟着自己。突然的响声使成为惊弓之鸟的道奇马上向道路对面跑去，可没想到他却被迎面来的出租车撞翻在地。但刚刚爬起来的他马上又听到了意外的响声，于是他顾不得疼痛，只能继续逃走。很快他就来到了一座商场，接着又在趁电梯未关闭之前赶紧冲了上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手却拦住了轿厢门，随后一名衣冠得体的英国佬走了上来。这时道奇时刻保持着警惕，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杀手。
为此，他甚至偷偷拿走了一旁孩子的油笔作为武器，以应对突然的袭击。但好在那名英国佬先他一步离开了电梯，这才终于使道奇放下心来。可随后他就在走廊里发现对方竟然也跟了上来，而且英国佬随即也露出了一把特殊的武器，很显然对方就是一名杀手。面对对方的追赶，道奇赶紧跑向了走廊的尽头，接着又顺着楼梯向上跑去，然后随即找到一层后又快速的进入到卫生间里。他以为对方不会发现自己，然而他还是错了，因为随后英国佬便追了上来。但诡异的是，对方并没有着急出手，而是淡定的整理了一下妆容，在确定毫无瑕疵后，他这才开始一个一个隔间的寻找起来。在将最后一道门踹开后，他果然看到了里面瑟瑟发抖的猎杀目标。然而见此情形，杀手却显得极度失望，他没有着急行动，反而是给老白打去了电话，要求退款。理由是今天的猎物太过懦弱，一点都不刺激。直到老白说下次一定进行补偿后，他才逐渐的平复下来。而这一切道奇听得清清楚楚。可就在杀手再次拿出武器时，他果断的一脚将门拍在了对方的脸上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。这一幕也叫这个英国佬一下子兴奋起来。很快道奇便成功的逃到了商场里。然而不巧的是，此时正好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那也就意味着他的位置会暴露15秒给所有的杀手。见此情形，他急忙混入到一群老人的队伍中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妻子珍妮又收到了10万美元的汇款，这也使他更加担心起来。而道奇此时确实正在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之中，因为他刚刚摆脱老人的队伍，随后就被一人用刀挟持了。对方名叫鲍勃，他也是5名杀手中的一员。见此情形，道奇只能被对方压着离开了这个地方。然而他们刚刚坐上电梯，便被随后而来的英国佬发现了。显然他并不想让到手的猎物让别人劫走，于是他果断地打碎了电梯紧急停止按键，而这也终于给道奇创造了反击的机会。在一下子将鲍勃打倒后，他便赶紧跑开了。而英国佬见状也顺势跟了上去。很快道奇便逃离了商场，但他却意外地撞见了一直在暗中监控的眼镜哥。可显然对方并不想干预这场游戏。见此情形，道奇又继续逃走。就当他以为自己终于脱离险境时，可无意间为躲避一辆自行车，意外地摔入到一个地下室的台阶上。虽然没有受伤，但当他站起来时，却发现那名英国佬竟然也追到了这里。不幸的是，地下室的房门都被锁住。这时英国佬见状，已经开始一步步地向道奇逼近。然而就在这万分危机时刻，却突然出现了一名警察。见状，英国佬赶紧收起了武器，但面对对方的询问，道奇还是遵守了游戏规则。Yeah, I'm okay, sir. 随后他便当着杀手的面离开了这里，一场危机又被暂时的化解了。接着道奇继续开始了逃亡之旅，这次为了加快步伐，他选择了偷了一辆自行车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一个小巷内，他又再次遭到偷袭。原来是鲍勃也发现了他。可道奇在重重的挨了几拳后，终于缓过神来。随后他也做出了反击。见状，鲍勃果断地掏出了一把短刀，然而他却一击未中，随即脚也被自行车轮圈卡住。就此，道奇又一次成功地脱离了险境。不多时，他便跑到了一个地铁站，然而他却意外地在这里发现了英国佬的身影，而对方也很快的就看到了道奇。随后他便亮出武器，并且兴奋地扑向了目标。可这次道奇并没有选择逃走，而是在地铁车厢门关闭的前一刻快速地冲了进去，这也使他成功地躲过了一次击杀。最后对方也只能无奈地看着道奇潇洒地离开。而这时整个车厢内的人都在惊讶地看着这一切。 Fucking Detroit, right? 虽然他暂时安全了，不过这也仅仅是游戏刚刚开始的第2小时而已，因为前面还有3个未知的杀手还不知道潜伏在哪个地方。而这一切也让在指挥室里的老白非常满意，同时他也注意到另外3个猎人就在猎物的附近。不久后，道奇离开地铁，来到了一间教堂里，显然这里空无一人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随后他便躲到了忏悔室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牧师老黑竟然就在隔壁。虽然他的出现把道奇吓了一跳，但他很快也平复了心情，并借机打算做一次忏悔。可就在说话间，他突然注意到帘子外面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难道是杀手又追上来了吗？见此情形，道奇果断地站起了身，接着便一下子扑了上去，在将其按倒后，又重重地挥出几拳打在了对方的脸上。老黑见状，赶紧走出来，并一把将他拉开。而被打的人看着像疯子一样的道奇也害怕了，于是赶紧逃走。而老黑面对这一切也非常愤怒，但此时的道奇却顾不了这么多了，转身想要离开，因为马上他的位置就会再次公布于众。可令道奇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自己手机报警的同时，老黑也拿出了同样的手机。 I've known where you are for some time now. 这样的情形叫道奇一下子慌了，而就在他想要离开，才发现这间教堂里其他的门都被锁上了。老黑见状也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原来他不是真的牧师，而是一名心理学博士。他根据道奇逃跑的路线，果断地判断出目标一定会来到这间教堂的，所以他才假扮牧师在这里等他。When scared, we subconsciously run towards the familiar. 见此情形，道奇决定放手一搏。
可遗憾的是，短短几个回合下来，他就被打倒在地。而此时老黑也选择痛下杀手，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锤子竟然被铁门意外勾住，而道奇也成功的捕捉到这点，并一下子将他的手卡在了门里。可随后两个人在争执中，他还是被对方再次打倒。不过没有武器的老黑战斗力显然不强，随后他就被道奇一拳掀翻在地，接着趁他还没有站起来时，一脚便将其踹到了铁门的另一侧。而道奇也抓住了这个机会，果断地将铁门重新锁闭了。至此，老黑被他成功地困在了里面。这样的情形果然使他非常愤怒，于是他便威胁道奇注意珍妮的安全。对此，道奇非常疑惑对方是如何得知家人的信息的。可没想到下一秒，对方竟然发动了偷袭。虽然这一下子不足以致命，但仍然让道奇吃不消。可他还是强撑着离开了教堂。不过在临走时，还顺便拿走了募捐箱里的钱。而他前脚刚刚离开眼镜哥，就来到了教堂里。同时，他也拒绝了老黑提出打开铁门的要求，因为他来此事确认老黑是否活着，而不是来破坏游戏规则。不多时，道奇也给老白打去了电话，但他提出因腿部受伤而暂停游戏的要求，也被对方果断地拒绝了。同一时间，珍妮也叫上了好朋友小胖赶到了银行，因为他要知道约翰的账户内为什么会有钱不断地打进来，但柜员却告诉他这是境外汇款。他们暂时也无法追踪到对方的详细信息，于是回家后，珍妮又赶紧报了警。负责出警的警察自称叫沃特金斯，见状，珍妮把丈夫失踪及不断有钱打入卡里的事情和对方和盘托出，但警官却告诉她自己不能上报24小时内的失踪案，同时他也会调查一下对方资金来源的问题。再说道奇这里孤立无援下，他也只能自己给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。随后他又继续了逃亡之路，而珍妮这边已经急得不行了，因为此时他的账户里已经超过了220万美元。小胖对此也感到非常的惊讶，但两人并不知道道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一个球场的外围，眼见就要到了整点暴露位置的时间了。于是道奇偷偷地拿走了一个店铺的球衣球帽，接着便向球场的出口走去。果然不多时，他的位置又再一次曝光在所有人的手机上，而英国佬竟然恰好就在附近。于是他赶紧开车火速地赶到了那里，随后顾不上关闭车门，便一下子窜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道奇也穿上了偷来的衣服，混入到了人群中。果然在最后一秒，英国佬终于跑到了道奇所在的位置，但他却一下子傻了眼，因为迎面走来的人大多数都穿着相同的球衣，但他知道道奇一定就混在其中。于是英国佬便在人群中仔细寻找起来，最后一直找不到人的他只好站在窗台上四处观察。而道奇本以为自己会顺利地度过这次暴露的危机，没想到他却被之前的商贩一把拦了下来。对方坚持认为道奇偷了自己的衣服，可他们争执的一幕也终于被英国佬敏锐地发现了。见状，道奇赶紧重新混入到人群中。他知道自己由于腿部受伤无法奔跑，而正好他看见停车场里一辆汽车后备箱门没有关闭，于是他赶紧跳了上去，这也让他顺利地逃脱了英国佬的追捕。与此同时，老白很快便发现道奇正在向市区外面高速移动，他不觉得为对方捏了一把汗，因为如果离开了这个城市的世界，那就是违规了，由此带来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，因为他将会受到整个组织的追杀直至死亡。这时道奇也想起了老白当时和他说到话，随后开车的司机便听到了后备箱传来的异常响声，于是他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。随着男人将后备箱打开的同时，道奇也一下子冲了出来。幸运的是，他还有6英里就离开了世界。虽然道奇非常想脱离这个地方，但他又不得不返了回去。可接二连三的追杀和逃亡真的使他疲惫不堪，现在他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回家，但为了活下去，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于是道奇便偷偷地开走了一辆刚刚加满油的出租车。此时游戏已经进行了10个小时，老白断定对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甚至他还担心对方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殊不知此刻的道奇却无比的淡定。不过当他看见妻子的身影后，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于是他便下了车向家的方向走去。然而他刚刚走到门口，便听见了不远处传来的摩托声，他知道那个人一定就是杀手。为了不连累家人，道奇果断地向自己的汽车跑去，并且幸运地躲过了对方一次攻击。与此同时，意外的响声也吸引了珍妮的注意。就在他打开房门后，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苦苦寻找的丈夫。可此时道奇根本没有办法和他相见，因为他正在忙着躲避杀手的再次袭击。但即使道奇把油门踩到底，也无法甩掉后方的摩托车。他知道这样根本不是办法。可就在他想如何才能摆脱对方时，没想到后面的杀手竟然拿出了一柄飞刀，这一下子也将汽车的一个轮胎打爆。此时道奇慌了，因为车辆慢下来后，摩托车也轻易地追上了他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摩托车竟然一下子摔倒。道奇见状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杀手竟然出现在汽车的后座上，而且用绳索一下子将道奇的脖子狠狠地勒住。好在道奇发现，及时用手挡住了，但这样的情形显然对他非常不利，因为此时细细的绳索已经嵌入了他的肉里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道奇果断的一脚将油门踩死，接着便毫不犹豫地撞上了一旁的路障上。果然，这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危机，但他随后也看到了从车里爬出来的杀手。原来此人正是老黑。没想到此时的他还在炫耀自己的预判如何准确，因为他早知道道奇肯定会回家的。而此时的道奇也终于怒了，也许躲避追杀的最好办法就是反击。然而就在他捡起砖块的时候，却仍然遭到了老黑的嘲笑。
You couldn't do it in the church, and you can't do it now. 但他却远远低估了一个出离愤怒的人。最终，他为自己的狂妄买单。随后，他就在老白的注视下跳到了桥上。这时，他也非常好奇道奇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现在的到来终于给了他短暂的休整机会。可在对方的询问中，道奇却什么也没有说，他反而质疑对方是怎么找到自己的。这时使英国佬失去了目标，但道奇不知道的是，自己也误入了当地的贫民窟。接着，他就被人从后面一下子击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他发现一群混混正用枪对着自己，因为他们在道奇的手机中发现他的账户内竟然拥有1500万美元。这些人认为他一定是贩卖假药的骗子，否则为什么止痛药的瓶子里装的却是普通的维生素？这使道奇一下子懵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上的整点计时器又亮了起来，而最终这些混混也惨死在杀手的手里。当然，随后那名杀手也被混混死前打出的一枪击毙。随后，道奇拿起了茶几上的手机和药瓶，又继续逃亡。随后，负责收拾残局的眼镜哥便惊奇地看到了满地的尸体，以及正在处理伤口的鲍勃。与此同时，老白也紧张起来，因为他发现道奇不仅给自己平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而且随后对方居然向医院的方向跑去。原来道奇在小混混的提醒下，决定再去医院查看一下。结果很快就从护士那里得到了证实，原来他一直吃的止痛药居然真的是维生素，而且医院的档案中也没有之前给他治病的脑科医生的名字。直到这时，道奇一下子傻了眼，他马上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于是他愤怒的便把电话打给了老白。You set me up. Now I'm hunting you. 而老白听到这些话后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告诉了对方真相。原来这一切果真都是骗局，道奇根本就没有病，而之所以头疼，竟然是因为老白事先下的药。为此，他已经准备了1个月的时间。当然了，道奇和珍妮这几天见到的都是假的警察、护工和医生，而老白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负债累累且自以为身患重病的人。只有这样，对方才会心甘情愿地加入到游戏当中。现在还剩下最后的90分钟了，老白警告道奇务必要顺利完成游戏，获得自由，因为他得到的奖励是真的。同时，老白为了表示歉意，告诉道奇，给他下药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小胖。为此，对方也得到了5万美金。放下电话后，道奇也慌了，于是他赶紧找到电话亭，给珍妮打去了电话。而此刻，他也正在小胖的酒吧里。见状，道奇急忙告诉妻子自己并没有得病，但此刻他们2人却都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。接着，道奇要求珍妮赶紧远离小胖，然后马上独自一人去他们之前经常见面的地点。放下电话后，珍妮决定听从丈夫的话，于是她假意让小胖给自己沏一杯咖啡，接着便趁他离开之际偷偷地溜了出去。很快，他便来到了和道奇见面的地点，没想到这时却有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下车的正是当时去他家的沃特金斯警官。这时，珍妮非常好奇他们来此做什么，没想到对方却一下子抓住了珍妮的胳膊。就在这时，道奇也赶了过来，见状，沃特金斯直接挟持了珍妮，并告诉对方 I got a message for you from Miles. He says finish what you started. 很明显，这是老白给道奇的一个警告，而道奇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看着对方将自己的妻子带走了。现在看来，他只能继续逃亡，直至游戏结束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了父亲留下的废弃工厂里。接下来，他便给这里做了一些简易的机关陷阱，因为他想要活命，必须做出反抗。等他做完这一切后，最后一个暴露位置的时间也到了。All right, assholes. Come and get me. 不多时，杀手们根据定位很快便找到了这个位置。很显然，重新亮起来的 logo 就是向所有人发出宣战。因为很快3个人便在工厂里四处寻找起来。但倒霉的是，鲍勃差一点触碰了机关。随后，道奇也拿着枪对准了他。在得知对方并不知道自己气，英国佬也赶紧向后面跑去。几秒钟后，整个厂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最终无法脱身的鲍勃也葬身火海了。而这一切，不远处的眼镜哥也都看在眼里。同样的，老白也正在观察着。但他现在必须要离开，因为他要做的就是要抓住无处不在的眼镜哥。而道奇果然也从对方的口里终于知道了妻子的下落。没有办法，英国佬只能放下手枪，又重新更换了武器，接着就向目标冲了过去。但即使这样，道奇也不可能是骗的。最后，道奇终于得到了2450万美元的奖励，从此和他的妻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。此剧中，